贸易战的阴霾下，中国经济的天塌了。这回可不是吓唬人，美国寄出的关税大棒还没完全落下，中国就已经伤筋动骨。外资撤离潮汹涌而来，商务部最新数据一曝光，直接让人倒吸一口凉气。2025年前2月，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暴跌 20.4%， 近1712.1亿元人民币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比2023年同期少了整整400多亿，比2022年更惨，创下近4年最差开局。更扎心的是，2024全年 FDI 已经跌到8260亿元，同比下滑 27.1%， 是2016年以来最低谷。而彭博社引用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算了一笔账，去年外资净流出高达12277亿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这哪里是撤离，简直是大逃亡。再看2月的社融数据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，社会融资规模新增 2.23 万亿元，听起来好像还行，但细扒一下，里面全是水分。政府债券净融资高达 1.6 万亿元，占了3/4，剩下的人民币贷款只有可怜的 1.01 万亿元。要是没有政府拼命发债撑场面，社融同比竟然是负增长 0.17 万亿元。这还不算完，居民贷款全面萎缩，短期贷款减少2741亿元，中长期贷款减少1150亿元，尤其是短期消费贷款环比上月暴跌 450%， 房贷新增也在缩水，老百姓的钱袋子捂得死死的，根本不敢花钱。而企业这边也好不到哪去，短期贷款3300亿元，中长期贷款5400亿元，同比分别下降 38% 和 58%， 全线不及预期。这经济哪有半点复苏的影子？全靠政府加杠杆硬撑罢了。更吓人的是货币数据 ，M2 同比增长 7%， 看似平稳，但 M1 同比仅涨 0.1%， 这还是调整口径后的结果，要按老规矩算，恐怕得负增长。M2 和 M1 的剪刀差又拉大了，货币实际流通性差到让人窒息。M0 倒是涨了 9.7%， 但跟去年 17.2% 相比，增速直接腰斩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钱都在银行里睡大觉，老百姓和企业手里根本没现金流。经济学家直言，这数据要是再差一点，连作弊都救不下了。外资跑路，内资也不给力，贸易战这把刀已经架在中国经济的脖子上了。商务部自己都承认，1至2月实际使用外资1712.1亿元，同比下降 20.4%， 而1月单月就跌了 13.4%， 只有 975.9 亿元，连2022年的1022亿元都不如。回头看2024年全年 FDI 暴跌 27.1%，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早就崩塌得一干二净。更讽刺的是，商务部还报了个喜讯，前2月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574家，同比增长 5.8%。 这数字听着挺唬人，但专家一针见血指出，这里面有多少是空壳公司和假白资。不少所谓外资其实是港澳台甚至内地资本披个马甲来骗优惠政策，真外资早就吓跑了，留下的不过是些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。别忘了，美国的关税战还没打到高潮呢。今年美国2次加征关税，直接把中国企业逼得鸡飞狗跳。专家警告，如果美中贸易战失控，双边贸易可能跌到谷底，供应链重组，中国经济会遭到致命一击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已缩水 15%， 而企业转移东南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。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，2023年东南亚国家 FDI 流入增长了 12%， 达到2300亿美元，其中越南、
泰国和印尼成了中国企业的避风港。反观中国 ，FDI 竟流出12277亿元，这对比简直惨不忍睹。再来看社融的内伤，1至2月人民币贷款增加6.14万亿元，乍一看还行，可分部门一看，问题大了。居民贷款仅增加547亿元，其中短期贷款暴跌3238亿元，中长期贷款倒是涨了3785亿元，勉强靠房贷撑着点门面。但这点亮点能顶多久？专家直言，开年数据水分太大，参考意义有限。企业这边倒是贷了5.82万亿元，可同比增速却低得可怜，短债和中长债双双下滑，说明企业根本不敢扩大投资，全在苟延残喘。扣掉政府债券1.49万亿元的救命钱，社融实际是负增长，这经济还能撑多久？更要命的是就业，社融萎缩，外资撤离，直接威胁到数百万人的饭碗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口约4.6亿，其中外贸相关产业至少带动5000万就业岗位。如今出口受阻，企业贷款吃紧，光是中小企业就得倒下一大片。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估算，全国中小企业数量超过5000万家，贡献了60%的 GDP 和80%的就业。如果30%的中小企业撑不过这波寒潮，至少1500万人的饭碗得砸。更别提外资撤离的连锁反应，外企在华直接雇员超过200万人，间接带动就业超1000万，这要是再跑一半，失业潮得有多恐怖？政府也不是没想过就是。2月19日，商务部和发改委抛出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，20条措施喊得震天响，什么鼓励外资投重西部，便利外国投资者并购，支持外资设立投资性公司，听起来挺美。可专家一盆冷水泼下来，这不过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老套路。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谢田教授直言，这方案来得太晚，内容还跟过去10年喊的口号差不多，根本没新意。更别提外资最怕的那些问题，政策不确定性、供应链风险、知识产权保护，一个都没解决。数据可能还掺了水，真外资跑得比谁都快，留下来的不过是些假装投资的空壳。看看企业这边也是一片哀嚎。社融数据显示，企业短期贷款同比下降38%，中长期贷款下降58%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企业连日常周转的钱都借不到，更别提扩大生产了。以一个年收入5000万元的中小企业为例，假设毛利率15%，一年毛利750万元。过去贷款成本占10%，也就是500万元。现在贷款缩水，利率还涨了2个百分点，一年多掏100万元利息，利润直接砍到650万元。这点钱连员工工资都发不起，更别提还债了。而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数据显示，全国60%的中小企业年收入在3000万元以下，这波冲击下来，估计得倒闭一半，老百姓日子更不好过。居民短期贷款减少2741亿元，环比暴跌450%，中长期贷款减少1150亿元，这说明什么？消费彻底凉了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3.5%，远低于预期5%。而今年开局，消费贷款直接崩盘，3块钱的袜子都卖不动，更别提买车买房了。房地产这边也好不到哪去，2月中长期贷款虽有增长，可同比增速只有往年的一半。专家预测，如果消费再不起来，内需这根支柱也得塌。再算一笔账，假设一家3口年收入10万元，过去消费占60%，也就是6万元。现在短期贷款没了，
消费直接砍一半，只剩3万元。这3万元还得应付涨价的物价。贸易战下，进口成本涨了15%，生活必需品价格跟着水涨船高。结果呢？一家人一年能攒下的钱从4万跌到1万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这还只是城市家庭，农村更惨，消费萎缩直接让农民工返乡潮加剧。2024年返乡农民工已超3000万人，今年再加一把火，农村经济还怎么活？说到底，中国经济这几年靠出口和外资拉动，内需一直是个短板。现在贸易战一打，外资跑了，出口萎缩，内需又起不来，等于3条腿全断了。政府发债撑场面，短期能喘口气，可长期呢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，中国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已超 60%， 再这么加杠杆下去，财政风险得有多大？更别提美国还在酝酿新招。商务部知情人士透露，下一步可能推出更严的关税和投资限制，这要是落地，中国经济还不得雪上加霜。讽刺的是，前几天商务部还在喊稳外资、促发展，现在看来，这话说得太天真。贸易战阴霾下，中国经济就像个重症病人，靠输液吊着命。企业倒闭潮、失业潮、消费崩盘，一个个雷都埋好了，就等着爆。专家警告，如果再不想办法转型升级，靠低价出口和外资输血的好日子彻底没了。